大家好，我是无锡玄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宏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玄通公司在这个能源的高效利用这块做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跟进展。主要是依托我们双转子膨胀机、压缩机技术装备，开发了一个相关的一些节能产品。我这边交流的这个内容呢，主要分4个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主要是介绍我们这个能源高效利用的一个关键路径。第二部分呢，主要介绍就是双转子膨胀机、压缩机的技术原理以及它的创新性。第三大部分呢，主要介绍天然气压插发电产业化的一个应用的情况。然后最后一部分呢，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双转子膨胀机、压缩机，它在未来的一个推广应用的一个前景跟特点。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这个能源的这个转换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看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常见的几个能源的这个类型。最左边这个呢，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个热能跟压力能。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机械能，然后呢最右边就是这个电能。那这些能源之间相互转换呢，它是通过一些关键的一些装备，像这个热能跟压力能与这个机械能之间转换呢，是通过这个压缩机、膨胀机或者说一些发动机来进行这个能源的转换。然后呢，这个电能跟机械能之间呢，是通过这个发电机跟电动机。那机械能呢，通过发电机就可以转换成电能，然后呢，电能呢，通过这个电动机呢，就可以转换成机械能。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要实现能源的一个高效化利用，那最关键的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能源之间相互转换的这个能源转换设备。那最核心的东西呢，就是如何提高相应的这个能源转换设备的这个效率以及它的适用性。然后呢，我们本次这个讲述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就是介绍这个由热能向机械能相互转换之间的这么一个膨胀机跟压缩机的这么一个关键技术。我们先来看一个就是能源低效利用的一个场景。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中国地区呢是存在这么一个浪费的现象。主要是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天然气行业的这个压力能浪费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天然气产业在上游，有几十万口天然气气井，几百座这种集输站、净化厂。那这种场景的这个天然气压力呢，通常是由20多兆帕到50兆帕，直接降压至这个10兆帕以内。然后在天然气这个产业的这个中游呢，这个天然气输配环节，在中国呢是通过这个国家的十几条主干网的这个100公斤压力等级的10兆帕的这个长输管道，输配至这个各个省市的分输站，逐渐降压至这个4兆帕。然后在天然气的下游，它主要是接近用户端，根据不同的类型呢，包括这个居民、工商业用气、燃气电厂以及这个燃气分布式的这个各种压力的需求呢，是逐级降压至这个0.4兆帕。然后呢，在这个降压过程中呢，这个压力能是浪费的。目前呢都是使用这个传统的这种调压器，来进行降压，那这个能量是没法回收利用的。造成了这个能量的一个白白浪费。如果呢，在这个场景下，如果那个全部将这个压能利用回收的话，那每年可回收的这个电量呢，可以实现这个500亿的千瓦时，500亿的度电的这个回收。然后冷能呢可以回收650亿千瓦时，可以实现呢年减排4000万吨以上。在这个能源低效利用的第二个场景呢，就是这个工业蒸汽。在中国的这个工业领域里边，包含这个钢铁、冶金、石油化工、热电电力，这个造纸、印染、建材啊一些行业里边，它这个蒸汽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能源介质在大量的使用。然后呢，这个由于蒸汽的输配的系统设计不良，
存在这个蒸汽压力等级不匹配，蒸汽的这个产量与用量不匹配，然后会导致这个蒸汽在使用的过程中呢，被大量的降压使用。那这个降压过程呢，实际上是存在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能量浪费。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如果将这个蒸汽的余压回收进行发电，那它整个这个1年的装机规模，而且总的装机规模可以达到一个1亿千瓦时，1亿千瓦。然后呢，一个全年的这个总节电发电量的话，可以实现这个6000亿千瓦时这么一个回收能量发电。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呢，这个第3个应用呢，这个低效利用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在一些工业窑炉，很多的工业窑炉了，它这个排放的这个烟气呢，温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热传导介质，将它这个转换成这个换热器，将它转换成这个蒸汽，然后可以推动这个相应的这个膨胀机来发电。我们也做过统计，如果按照这个1亿吨标准煤的这个窑炉产生的这个烟气的废热进行利用的话，发电的装机功率可以达到0.1亿千瓦，一年的总发电量可以达到这个600亿度以上，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这个能量。再一个就是在第4个场景呢，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呢那个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压缩空气储能。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国内的在新能源行业里边，尤其是光伏风电，在中国呢开发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没法有效的接入我们国内的现有的电网，所以呢造成了很多这个风电、光电的一个浪费的现象，没法接入电网。另外一个呢，就由于这个用电侧这块的这个负荷波动比较大，所以呢那个电网发电侧在输配电网这个平衡性就比较困难。存在一个削峰填谷的压力，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就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储能的技术，能够将这种需求的不匹配性呢进行一个调和，然后呢，压缩空气储能这块呢，就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目前按照国内这个统计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就是总的这个到2025年，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装机容积呢，可以达到这个20亿千瓦。目前呢仍有16亿千瓦这么一个需求量，这是整体的这个在我们国内目前存在的这个能源低效利用一个现状。那我们玄通这边开发的双散子膨胀机呢，其实就针对这些问题呢，进行了一个利用。我们看一下这个了解一下这个膨胀机的这个发展史。膨胀机那块呢，我们最早其实在这全世界范围内，这个最早出现的一个膨胀机的原理呢，就是这个热机，就是我们在第1次工业革命里边出现了这个蒸汽活塞式的膨胀机。然后呢，这个在2战以后呢，这个主要出现了以蒸汽透屏、燃气透屏为主的这种透屏式的膨胀机。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解决这个大规模发电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之后呢，这个我们现在用能的场景也是非常广泛，然后用能的场地呢也是非常多，它的一些不同介质啊，不同的这个主态状态，然后对这个用能的场景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呢现在这个膨胀这一块的需求呢，实际上是从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发电，转向成这种分布式的发电为主，然后呢这个对这种小型的膨胀机，就提出了一个中小型的膨胀机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第3代膨胀机的这么一个需求。它的第3代膨胀机的主要那个目的呢，就是要解决中小规模、多场景，然后灵活高效、低成本这个能源转换这么一个需求。我们开发的这个双散子膨胀机呢，一个压缩机呢，就是要解决这么一个这个适应现代社会的这种能源高效转换这么一个需求。我们看这张这个 PPT 里边的这个膨胀机的这个原理呢，就是由这高压的这个膨胀介质通过这个膨胀机这个双散子膨胀机的这个气腔，然后呢高压气腔通过这个内外转子的这个捏合过程中这个容积的变化来实现这么一个降压的目的，然后呢进行这个降压。那同样这个反过程，我们通过低压气进入这个反向转的话，就是进行压缩。那这样的话，这个气进入这个设备之后呢，这个双散膨胀机呢就可以，双散压缩机就可以将这个低压气转换成了高压的这个介质，
来进行使用。所以呢，这是我们一个全通开发的这个双转子膨胀机、压缩机的这么一个技术装备。然后呢，这个主要的就是解决前面的一些能源浪费的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第二部分呢，我想就是系统的讲一讲这个双转子膨胀机跟压缩机的它的几种原理，还有它的一些创新性的特点。这张图显示呢，是我们这个双转子膨胀机的这么一个结构示意图。它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容积式的一个膨胀机。然后呢，主要是包含这个内外转子结构。这个高压器呢，通过这个5号口进入这个膨胀腔室，然后呢，通过这2个内外转子，我们看这个五角星这个瓣状呢是一个内转子，然后呢外边这个6瓣的这个花瓣的形状呢是一个外转子。那这2个这个转子进行那个捏合旋转过程中呢，它这个空腔容积我们看是逐渐变大的。那这高压气从5号口进来之后呢，通过这2个转子的这种捏合过程中、旋转过程中的这个空腔容积变化，来实现这个气体的这个膨胀降压，然后通过6号口再排到外边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可以实现一个这个高压介质到低压介质膨胀的一个功能。那同时呢，这个膨胀过程中就可以将这个降压的这个压力能转换成机械能，然后通过这个内转子的这个轴来对外输出机械能，来实现这么一个膨胀这个做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理。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双转子膨胀机做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工作原理。然后呢，这个双转子膨胀机的一个技术特点的话，首先它呢这个结构非常简单，这个零部件也比较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转子的这个就比较敦实，也比较耐用，易损件非常少。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转子间这个与腔室之间的那个摩擦阻力非常小，内泄漏非常少，它更接近自然膨胀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转速呢可大可小，然后也可以做这个相应的这种膨胀比的调节，来适应我们那个各种应用工况。它现在这个膨胀机的这个结构原理呢，还可以实现这个带液运行。就我们很多这种膨胀应用工况里边，它这个介质里边是含有一些液态组分，那这个对传统的设备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那对双转子来讲的话，它可以适应这么一个带液运行的一个工况。第三部分呢，我想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应用这个双转子膨胀机在天然气压差发电这个里边的一个装备开发的应用情况。针对这个双转子膨胀机呢，我们实际上是在无锡呢，建了这么一个研发中心。然后呢，我们这个研发中心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实际的应用的需求，然后呢，开展相应的这个产品开发的工作。我们呢，在这个研发中心呢，是拥有很多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研发的这个软件，还有我们相应的一些这种装备手段。然后呢，在这个多年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储备了很多相应的这种结构专利跟发明专利，来实现这个产品的一个应用开发。我们在无锡这个研发中心呢，是拥有1700平米的这么一个生产跟测试的一个场地。每年呢可以实现这个20台套的这么一个装机研发生产的一个能力。主要呢这个车间的一个功能呢，就是一个实现设计装配加那个出厂调试的一个功能。然后呢，重要的一些关键工艺部件呢，是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这几年的这个研发历程来讲的话，从这个13年，到目前的14年呢，我们这个工作还是做了很多一些基础的一个研究工作。在13年到15年呢，我们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产品的功能开发。然后16到17年呢，我们是开发了3类产品，一个是天然气的压差发电，第2类呢是空气这个高温压缩空气的储能的发电。第3类就是天然气的压差发电。然后呢，在这个18年以后呢，我们实际上是集中在天然气这个领域里面呢，开发了这个众多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这个产品。然后呢，实际上是我们是将这个精力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行业里边来。
然后呢，这个到现在这5、6年的时间呢，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商品的这个天然气压差发电产品的一个开发跟试点推广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天然气压差发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原理。这个左边这张图显示呢，是我们常规的天然气调压站里边这个减压的一个工作原理。那高压气呢，通过这个减压阀，这个减压阀的工作原理呢，是一个类似于小孔节流的一种工作原理，它实际上是一种等寒节流。那这种过程呢，是可以实现这个压力的降低，但是无法将这个浪费的能量进行回收利用。那我们开发了这个双散的膨胀机呢，就可以实现这么一个等熵膨胀。这个等熵膨胀，刚才这个原理我们也介绍了，就是它是可以实现这么一个，将压力能转换成机械能这么一个装备，然后将这个浪费的压力能进行回收。那这个发电过程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发电过程，这个天然气呢不消耗，那所以呢它这个没有任何的排放，实际上是一个零碳的一个能源项目。然后这个装备呢，就是高压天然气进入这个膨胀腔降压之后呢，在发电的同时呢，这个高压的这个介质呢就会瞬间降温，因为它是等熵膨胀嘛，所以呢这个膨胀之后的这个介质呢温降幅度是非常大的。那这样的话，出口的这个低温的这个介质呢还可以进一步的回收利用。那通过这个热交换器，然后将这部分低温冷能进行回收利用。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天然气的压差发电过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冷加电这么一个双产物的一个产品。这张图显示呢是一张这个典型的这个天然气压差发电场站的这么一个工程的一个示意图。我们看到呢，传统的这个天然气调压站呢是通过这个这种节流减压阀，就是这个图示显示这节流减压阀来进行降压。然后呢，我们开发的这个双散的膨胀机呢，就是来这个跟原有的这套工艺调压系统呢进行并联运行，然后呢，通过这个上下游的这个工艺管道系统呢，来控制进入膨胀机的这个相应的流量，来实现这个稳定的发电。那出口的这个低温之后呢，还可以通过这个换热器，低温换热器来回收这个冷能利用。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天然气压差发电项目的一个工程的示意图。这张图片显示呢，是我们在天然气压差发电实际应用的一个产物，实际应用的一个照片。左边这张图呢，是我们的这个全通开发的这个双散的膨胀机的这个发电壳，然后右边这张图呢，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之后的这个低温之后的这个天然气，通过热交换器，然后给到这个化工厂，进行这个循环水的冷却。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天然气压差发电的一个制冷的一个项目场景，项目的一个项目地点。第三个下一个这张图显示呢，是我们这个整个天然气压差发电这个就是项目的这个控制室，还有这个发电机的这个并网柜、并网间。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呢，可以实现一个无人值守的一个状态，可以实现这个远程发电。这张图呢显示的是我们这个在天然气压差发电工程项目的一个商位机的一个主控界面。我们看这个主控界面上面也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清晰，流程上也比较清晰。然后呢，左下角这块呢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设备启动停机的一个主开关按钮。然后呢，我们的操作人员呢就是在这个屏幕前方就可以点击这个绿色按钮，就可以实现这个设备的一键启停发电，不需要在现场进行干预，非常稳定的一个发电过程。然后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天然气压差发电这个产品的一个主要特点吧。它这个结构呢是非常简单的，然后非常敦实耐用，整个这个项目的投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它的这个系统的辅机也非常少，操作维护呢也非常简单可靠。这个膨胀机呢，我们看这个实物呢，它的这个中间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轴端的这种动态密封，它是通过一种机械密封的方式，一种这个磁性密封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机械能的输出。这个发电机跟膨胀机之间是通过这个磁性连接器来直接连接，
中间呢不需要变速存能箱，它俩是同步转述的，所以呢可以减少这个配套的这个辅机系统。另外一个，这套这个膨胀机的轴承呢是采用我们常规的滚柱轴承，所以它的这个润滑这个系统呢也比较简单，是可以采用这种间歇喷油的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一个轴承的润滑的一个功能。然后由于我们实现通过这种磁吸用驱动的方式呢，来可以实现这个膨胀机轴端的这个动态密封可以转换成静态密封，所以呢，它整个这个动态密封这块的这个安全可靠性来讲的话，是更加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应用工况。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发电机的这个应用工况，它可以适用范围比较宽，可以适应这个整个应用场站的一个70%流量波动。就是说我这个设计参数呢，如果达到这个是10000方，那它基本上在3000方这个流量的时候呢，也可以实现一个稳定的发电，所以它适用范围是比较宽的。再一个就是它这个运行过程中呢，可以允许这个膨胀过程的介质里边带液，还有一些小型的这个微粒，对这个设备的安全运行呢都不会造成什么样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也是它的一个应用能够推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跟原因。然后针对这个双离子这个膨胀机的这个特点跟优势呢，我们结合我们国内这个天然气压插发电的这么一个场景跟应用特点，我们也开发了2类产品，一类呢就是一个商业化机组，主要是这个装机功率大于100千瓦这个级别的，然后它相应这个参数呢是要达到这个每小时流量在7000方以上，然后呢这个进气的这个调站的压力呢是不小于1个兆帕。这样的一个参数情况下呢，可以实现一个大功率的一个装机商业化的应用。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一些小功率的这个微小型的这个发电机组，小于50千瓦以下，像一些500瓦、1000瓦、5000瓦这种应用工况的，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无人值守场站，然后呢，它的用气量比较小，压力也比较小。通过这种微小型的发电呢，可以实现整个场站的用电的全部覆盖，来实现这么一个碳中和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这个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一些需求。整体上我们针对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天然气压插发电这个需求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个3类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总结汇总吧。第一类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天然气的上游，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天然气行业里边的这个天然气上游的那个很多井口，调压站，很多井口以及这个净化厂。它的这个压力能是非常丰富的，这部分的这个能量呢，可以这个压力比较高，然后它的能量密度也比较大，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一类场景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相应的高压力等级的这种针对井口的这种天然气压插发电装备。第2类呢，就是我们针对现在国内这个管输天然气，我们从100公斤到4公斤，就10兆帕到0.4兆帕这个压插区间内。我们所有的这个调压区间，我们都通过这个设备能够全部覆盖。第3类产品就刚才讲的这种小功率的、微小型功率的这种发电自用的这种小型的发电装置，500瓦到50千瓦之间的。我们再通过这么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介绍，大概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天然气压插发电的一个应用的一些具体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应用的一个项目呢，示范项目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一个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看这张图片里边，安装的这个调压管道这个调压区域里边这个方盒子，这个白色的方盒子就是我们全通提供的这个双离子膨胀机的这个发电机装置，然后它是安装在这个天然气调压站这个站内，放在它这个工艺调压区旁边。将这个能量进行回收利用。那这个项目呢，我们从18年投运到现在已经运行了连续稳定运行了将近6年的时间。然后呢，总发电量累计发电量也可以实现这个将近50万千瓦的这么一个发电量。然后呢，这个发电机的一个主要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微小型的发电功率，它装机功率是26个千瓦。那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来实现整个调压站的一个能量的回收发电自用。那这样开发这个产品之后，放在这个场站里边应用之后呢，那整个场站的自用电呢，都直接就不需要从外面再外购电，可以完全实现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过程的话，运行的6年过程中呢，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得到了用户的一个好评。
这个运行是非常稳定，整个发电过程是非常平稳的，对这个供气安全以及这个供电安全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国内中国这个大陆地区第一台通过这个天然气压插发电装备来实现整个这个场站碳中和的这么一个天然气场站。那这个过程呢，我们也是进一步印证了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在这个天然气爆炸性环境下的一个应用可靠性跟安全性。然后呢，这个碳中和的这种小型的这个产品呢，也具备在这个国内这种类似的场景底下进行推广应用的这么一个特点跟优势。第二类的第二个一个示范站呢，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玄同针对这个天然气压插发电开发的这个第一个工业化的这个装置。工业化装置呢，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首先装了一台150千瓦的，这个已经累计运行应该超过3万小时以上了。然后呢，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发了这个第二期，然后呢装了4台这个相应的这个双增的膨胀机。目前呢，整个这个项目呢已经持续稳定发电运行3年。这3年过程中呢，整个发电量应该是累计达到了700万度电。然后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得到了一个用户的好评。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发电自用，冷能也自用的一个项目。这个发了个电呢之后呢，是给这个化工厂自己全部消纳掉，然后冷能这一块呢是给这个化工厂的循环水进行降温。这整个过程的话还是非常平稳、安全、可靠。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是进一步验证了我们这个双端子膨胀机在这个天然气压插发电里边的一些应用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特点就是这个发电过程因为是低温状态，所以呢这个上游这个天然气呢就是在低温零下15度以下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凝结的这个凝气油它是由这个上游天然气里边携带的一些凝气油，在低温状态下会凝结。然后呢这个每天那个吸出的凝气油呢，大概一个设备一天的话，应该是在30升这么一个吸出量。那这个凝气油呢，也可以进一步用来做一些燃料来使用。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呢，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这个设备能够适用那个上游的天然气介质的这种比较脏的组分。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内呢第一台实现长周期运行发电的这么一个商业化机组。进一步呢，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客户也是有类似需求的，也找到了我们进一步开发的这个另外一个示范。这个示范的那个装机功率呢，比这个上一个项目呢又做了放大。最大装机功率可以实现单机的是250千瓦。我们是在现场呢是装了3台。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发电自用的一个典型的压插发电自用的一个项目。这个整个发了电之后呢，是由工厂全部消纳掉。这个冷能呢，一部分用来替代他们这个工厂里边这个螺杆压缩机的这个自取冷冻水的这个耗能，还有一部分那个冷呢是用来代替他们冷却塔里边这个循环冷却水。然后这个项目呢是采用能源收益分成那个模式来开发的一个试点项目。那这个项目呢也是通过这种2年的运行呢，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偏离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运行参数的情况下，能够稳定运行发电的一个功能。因为这个应用场景呢，它的用户的用气量以及它生产的这个产能呢是有波动的，所以呢，它这个进气的压力跟用气的流量呢是波动性比较大。那我们这个设备呢，在这个场景下能够很好的一个应用，所以也得到了这个用户的一个进一步认可。再一个，我们针对这个天然气压发电呢，我们实际上是还开发了一些在国内我们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一些这个场景，像这个佛山燃气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跟这个对方合作的一个创新试点的项目。它这个电呢，我们不是用来这个上网，也不是自用，它是通过这个将这个电储存起来，就放在一个储能装置里边、蓄电池里边来，它是呢。结合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这个充电的一些就电动汽车充电换电的一些需求，然后呢，这个开发了2个这个60千瓦的一个充电桩，
充了这个电之后呢，通过这个充电桩对外这个售电，来实现这么一个电能的一个多元化应用。这个项目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当地当地这个科技部门的一个最佳创新奖。在2013年的时候，那这个项目呢也是进一步证明我们这个设备在这个不同工况以及这个在储能行业里边应用的一个前景跟这个潜力。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在这个中石油系统，在中石油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天然气这个产业公司，我们在它这个油气田这个生产单位里面呢，也装了一台这个200千瓦的这么一个试点机组，这个项目在2023年去年的时候顺利投运，然后呢，这个项目呢，这个流量波动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对我们这个设备也提出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然后这个项目呢。也可以实现一个远程在线的一个操控的一个功能。我们看这个右手边这个画面，就是由我们通过这个手机客户端来可以查阅现场的一个现场发电的一个参数以及这个发电状态的一个功能，可以实现这个手机在线远程的一个监控。进一步呢，我们实际上是在今年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客户群又进一步扩大。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在国内这个陆地上的一些天然气调压站的一个压力能回收利用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国内这个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石油天然气公司，就是中国天然气海洋公司，就中海油公司，他们呢在这个海上平台，这个天然气的气井口也存在巨大的一个压力能。比如说这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针对他们的一个需求，在2024年在开发了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也是用我们这个双散的膨胀机，设计参数呢是通过这个天然气这个流量是29000方，设计的压力等级的是12兆帕，进口的这个操作压力是10兆帕，出口压力呢是56兆帕，机器压力是129度。整个这个产品的这个应用的这个装机功率是280千瓦。然后呢，这个项目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除了高温高压待液之外呢，高温高压之外呢，它这个天然气里边那个从井口我们产出来的这个气啊是比较脏的，它含有非常多的这个水、液态水，还有一些这个酸性的一些介质，所以呢，对我们这个产品的应用工况也提出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对这个海上平台里边这个3防，防盐、防风、防易燃物这个腐蚀，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针对这个挑战呢，我们也是这个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呢，这个完成了整个产品的设计开发工作。这是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个在3维上的一个设计图，这是我们设备的一个装机的一个位置。这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外形尺寸图，这是在我这个平台顶部一个顶视图，就是我们设备的一个安装位置，以及在这个海上油气平台甲板上的一个安装的一个位置跟区间，以及它的一个吊装的一个安装要求。整个这个项目呢，我们这个是独立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运行发电的。这个平台我们是一个无人值守平台，它是通过这个20海里外的一个有人值守的一个海上平台，来对这套发电机组进行一个远程的操控发电。这个项目是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个海上平台呢，是我们中国大陆地区也是首次实现在南海区域高温高压气田里边的一个无人值守平台的一个应用。那我们这套天然气发电装置呢，也是非常荣幸的能够进入到他们这套这套系统来实现整个这个平台的一个自发自用电。这个项目刚才讲的，它的装机功率是280千瓦，那这个无人值守平台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呢是250千瓦的这么一个用电需求。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设备的发电这个可以完全覆盖这个无人值守平台的一个自用电，来实现整个无人值守平台的一个碳中和这么一个电能的使用。再总结一下我们这几年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双散的膨胀机天然气液态发电装机的这个一些技术进展，还有它的一些这个适用性的这个特点。首先，这个在产品的这个稳定性这一块呢，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实现了这个6年的这个长周期的这个寿命运行来验证，整个这个场站呢是运行是比较稳定安全的，也得到了用户的认可。第二个就是在
压力、流量波动的适用性来看的话，可以实现一个70%最大70%的一个波动的一个适用性。第三个呢，就是它呢可以允许待业运行以及适应这种固体颗粒这种就是比较脏的一个杂质的一个适用特点。所以呢，这个第三个点，它的这个应用场景的适用范围更宽了。第四个，它的这个耐压等级呢，可以实现目前可以实现100公斤实兆化的一个耐压等级。然后呢，装机的功率呢，就单机的这个功率呢，可以实现这个1000千瓦的这么一个装机。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我们在针对这个大的这个膨胀比的工况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实现3级串联的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么一个能量的一个回收发电。这套设备跟系统呢，它有很多这个经济性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性，体现在2个方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投资比较少。这个双站膨胀机呢，我们刚才讲是结构比较简单，它的这个易损件很少，所以它这个整个这个造价也是比较低的。再一个，它的辅机系统非常少，所以它的这个也不需要这个干湿密封，不需要这高速变速箱，也不需要这个桥正油润滑。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它这个系统的占地比较小，非常容易安装，所以可以大大减少这个现场的一个安装周期、施工的难度。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设备的在后期运维成本上面呢是比较低的。它这个长周期的运行这个安全可靠性呢，这个可以让它适用比较宽的这个范围，可以实现一个长期高效的一个稳定发电。这个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配套的辅机少了之后呢，它的这个自耗电也非常小。第三个就是它这个轴段的密封系统比较简单，也非常可靠啊，没有任何天然气的泄漏。最后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实现这个基本上可以实现免维护，实现一个无人自主的这么一个场站的运行，所以在后期的这个运维成本上啊也是非常有大的一个优势的。这一点呢也是深得这个用户的一个欢迎。然后呢，这个我们开发的这个天然气压插发电这个装备呢，总结了一下，我们在我们这个中国这块呢，能够适用这个场景。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看上面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天然气上游，像一些气井口、天然气的这个储气库，然后呢一些天然气的净化厂，主要集中在我们这个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3家大型的这个油气天然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城市燃气。那城市燃气呢，主要是一些这个城市燃气的这个门站，然后高容量调压站，以及一些这个深 NG 的压缩机母站，然后呢 LNG 的这个调风站，LNG 的液化工厂，以及一些这个工业用户的一些调压站啊，这是我们第二类的一个用户。第三类就是一些这个天然气发电厂。天然气压插发电厂呢，天然气发电厂呢，它会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进行发电。那它这块呢也存在一些这个天然气调压站，也需要这个降压使用。那这块的那个也可以装这个天然气发电这个装备，对这块能量进行回收利用。然后第4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国内用的一些这种天然气的分布式的能源站，它也是作为这个天然气做天然气作为一个燃料来进行回收发电的。第3类就是第5类就是一些这个分输站。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种长输管道的这个分输站，进入各个省市的一些长输管道，这部分的那个分输站的压力等级是比较高，流量是非常大的。还有一类，最后一类就是我们的一些工业客户。我们国内的工业客户呢分几类，大概就是一些这个天然气这个化工厂、天气化工、钢铁企业，这个石化炼化行业，一些这个玻璃产业，还有一些这个机械产业。这些产业的工业用户呢，他也会使用天然气作为一些这个生产原料或生产这个原料和生产燃料，作为这个使用的一个功能。那这块的这个都存在这种这个天然气这个可以回收利用的一些场景。这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天然气压插发电装备推广的应用的几个用户场景吧。然后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天然气压插发电在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天然气燃气企业里边这个一些这个它的应用。因为天然气压插发电这个过程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是一个
清洁发电没有零和排放的这么一个新能源项目。它发了那个电之后呢，这个有2部分，一个电，一个是冷。这个电呢是一个成本非常低的一个电，因为它不消耗这个一次能源介质，那可以做到这个度电成本呢，可以达到这个1毛5到2毛5，这么一个每度电啊，每度电是1毛5到2毛5人民币。这个部分地价电呢，可以结合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能源供应商来用于这个发电自用，发电上网，还有一些通过一些电用来自清。然后呢，我们现在国内也存在很多这个将氢这个掺混到这个管道天然气里边，然后呢进行这个燃烧使用的这么一个用的需求。还有这刚才我们介绍我们这个电用于存储用储能存在这个蓄电池里边来给我们一些这种就是电动汽车来进行这个充电服务。然后呢，这个部分这个冷呢，它可以作为我们国内一些应用需求，比如说像这个冷库。冷库的话，这个主要就是一些这个像一些冷藏库为主啊，冷库为主。还有一些这个通过一些蓄冷材料，将这个冷呢这个运输到一些需要冷的地方，比如说像一些蓄冷的相面材料，可以将这部分冷呢进行这个存储利用，然后呢用这个运输到别的地方去啊，用到一些比如像一些工厂啊，或一些这种那个大型的中央空调进行部分这个分布式利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就地制冰，结合我们很多这个大陆地区这个南方区域，他们这个在这个一年当中对这个沿海区域呢，它有一些这个制冰的冰块的需求，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部分冷呢还可以就地制冰块，给这个当地的这个进行消纳使用进一步这个回收利用。总体来讲的话，这个天然气燃烧发电这个装备呢，产生这个电跟冷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国内天然气环境里边这个应用的这个需求跟它的一些特点呢，进行一个结合利用。那这样的话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源高效利用。它既解决了我们燃气公司这个现在传统分布式里边这种冷热电不平衡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开发他们厂站里边这种天然气这种燃烧发电，将他们这种浪费的一些这种固定资产，还有这个闲置的资产进行进一步利用，也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这个企业的增长利润点。这个第3部分呢，我们大概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我们在结合这个双燃子膨胀机这个技术呢，在这个天然气燃烧发电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开发的这个装备的一些应用情况，以及它的一些特点，还有它的应用的一些这个场景的一些需求情况。然后呢，这个第四部分呢，我在想这个进一步拓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套这个双燃子膨胀机压缩机，它在其他应用里边的一些这个可能性吧。这个双燃子膨胀机呢，它呢，刚才讲它既是一个正向的这个膨胀机，那反向是一个压缩机。在这个压缩机的膨胀机的应用呢，刚才讲到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回收天然气压发电，那一个应用里面就是这个管道天然气余压发电。那第2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窑炉里边这个余热的发电。第3个就是工业蒸汽的余热发电，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膨胀功能，将这个热能跟这个机械能压力能转换成机械能，然后呢将这个能量进一步利用。那反过来，这个作为压缩机这个应用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高效的这种压缩功能，可以比如说在一些常见的一个领域，像这个水冷空调，以及含水淡化这个领域里边，这个技术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应用。那同时呢，由于这个双燃子膨胀机跟压缩机的它的结构原理是一样的、相通的，那这2个膨胀机跟压缩机呢可以做成同轴的，一边膨胀，一边压缩。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膨胀回收能量呢，可以驱动压缩端进行利用。那这部分装备呢，可以形成这个膨胀压缩一体机。这个一体机的这个应用领域里面呢就比较广了，就是像我们刚才在我们国内这个化工厂里边的这个热泵蒸馏，就是一些这个蒸馏厂里边的一个热泵的回收利用，还有一些这种就是蒸发，就是浓缩的一些行业里边，像医药产业里边的这个热泵的这个蒸发，可以有这个减少这个蒸汽的利用。
还有我们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压缩空气储的这个峰谷电的这个储能，然后呢还有这个当然还有部分这个高效发动机，这个也是一个后边有个介绍啊，这个发动机它这个效能也是非常高的。这个整体上这个双端子膨胀机压缩机这个技术呢，它的这个特点呢，决定它应用范围是非常宽泛的。然后呢，我们目前呢在国内的开发呢，就主要集中在这个膨胀机这块的一个应用。我们主要开发了这个3类的这个膨胀机的这个发电产品。然后呢，在压缩机这块呢，我们实际上是在国内呢，现在还是处在一个试点示范的一个工作状态。然后呢，这个膨胀压缩一体机呢，也是处在一个这么一个状态，相当于一个属于一个还在一个策划它应用的一个这个工艺的设计阶段吧，还没有一个实际应用。这2个方向呢，这个双端压缩机以及这个膨胀压缩一体机的应用呢，也是我们这个下一步做开发的一个应用方向吧。然后我再分别再讲一讲我们这几个应用里边的一些这个方案的一些原理的情况吧。这个是叫废水的这个蒸发浓缩。我们在国内这个很多产业里边啊，像这个印染行业，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它这个废水呢是排出来是比较多的。那这辆废水去处理呢，一般是通过这个蒸汽进行这个蒸发浓缩。那这个过程呢，它的耗能呢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这个污水的处理成本是非常高，这正好也是一个痛点。那我们通过这个开发了这个双端子膨胀压缩一体机之后呢，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能耗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它的主要应用原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主要的原理是这样的。它这个高压的这个废水高温的这个废水这个料液呢，通过一个显热化热器进行这个热交换，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潜热化热器呢再进行热交换，之后呢进入这个蒸发器，会产生二次蒸汽。二次蒸汽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压缩机，因为它这个是顶部出来这个蒸汽呢，它的蒸汽的品位是比较低的，可以通过这个压缩机的这个进一步增压，然后呢变成一个高压的这个蒸汽。那这高压蒸汽呢就可以回收利用，这回收利用呢就是可以进一步的给这个废水热料进行这个升温，因为我们这个压缩机的功能呢就起到这么一个这个热泵的一个原理。那这个膨胀机呢，因为它一体机嘛，这个膨胀机呢我们是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工厂里边这种带压流体，比如像蒸汽，它这个膨胀降压过程中的这个能量啊进行回收。那这部分回收能量呢，可以进一步驱动这个压缩机端，将这个废水这个浓缩里边这个蒸发器出来这个低温的低品位的这个蒸汽呢，加压到这个高品位的这个蒸汽。高品位蒸汽呢，可以在前面进一步给这个废水料液呢进一步这个升温，这样可以循环使用，可以提高整个这个蒸汽的这个利用效率，然后提高整个的能源转换效率。我们测算了一下，就是以这个印染行业废液处理这个为例子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利用这种工艺的话，可以将这个投入成本降低40%，然后呢，整个这个项目运营成本可以降低95%以上，那可以给这相应的产业里边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效益。这是一个在废水浓缩蒸发这块的一个应用。然后呢，这个一体机这块呢，我们在化工厂，我们国内这个很多这个化工净流产业净流塔里边呢，我们实际上是也开发了这么一个应用原理。它呢也是利用这个净流塔的这个塔顶的这个低温的这个低温蒸汽，低品位的蒸汽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压缩机进一步增压，然后呢压到这个高品位高品的蒸汽，就变成这个高温高压蒸汽，然后呢再进行这个回收利用，给这个净流塔下边的这个载废器进行热交换，给这个相当于这个净流塔提供这个热量。那这个压缩机也是起到这么一个热泵的功能，将这个低品位的热变成高品位的热。那这时候呢，我们也是使用一台这个双端子膨胀压缩一体机，
那可以呢将这个膨胀机这块呢，就是利用这个工厂里边这个比如说这蒸汽的这种节流阀里边这种压力能，然后启动它来进行膨胀。那膨胀过程中呢做功，然后呢我们不对外发电，那同时在这个压缩机将这个能量呢转换成压缩能，然后呢就是让将机械能转换成这个相当于压力能，将这个低压蒸汽那变成高压蒸汽之后呢，给这个节流塔进一步利用。那我们也核算过，如果这个节流塔装一台这个膨胀机100千瓦的这个膨胀机，按照这种一个轴功率来计算的话，就是它呢可以减少，就是可以为用户这个1小时可以减少1.33吨这个蒸汽的使用量。那加这条这个膨胀压缩一体之后呢，可以将这个节流塔的这个耗能呢可以减少，就是1小时可以减少1.33吨的这个蒸汽使用量。那它的经济效益呢？单台这种收益，我们装的一台100千瓦这个收益呢，可以1年的收益，按照这个蒸汽的这个价格啊，1年可以实现这个212万这么一个这个就是年收益的这个收益情况。那这个收益是非常可观的，因为这个系统造价，这套这个热泵的造价的系统呢，基本上是在2年就能回本，所以呢，这个话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节流塔，有些化工厂的一些应用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压缩机，作为压缩机应用的时候，我们也开发了一类这个产品呢，是用在这个就是卤水的淡化，卤水淡化，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水淡化吧，海水淡化的一个。我们利用这个压缩机，这种创新的这种压缩机，可以将这个就是高浓的这个盐水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它浓度盐水，这个我们通过增加之后呢，将这个压力提升，它的温度呢就变成这个101度，这个比相应的这个标准的这个100度的这个沸点呢是要高了1度。这样的话，这么有一个传热的过程，可以实现这个盐水的一个蒸发浓缩。这样的话，蒸汽不断打循环之后呢，可以将这个水不断的进行浓缩，然后呢。这边结晶之后这个热交换之后的这个低温水呢，就变成这个浓缩的这个液态水，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一个浓缩的这个蒸馏水。那这个过程中呢，是可以实现一个循环。那这样的话，整个这种工艺的这种浓缩、压缩、浓缩这种制淡水的这种工艺呢，它的这个效能相比于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多级散蒸法。还有这个反渗透膜法的话，它的能耗更低，然后呢，这个对海水的预处理的设施要求是比较少的，整个淡化成本是非常有优势的。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在国外做了一些一些示范的一些工程，也是比较成功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在水温空调，这个水温空调呢，也是结合我们这个一些大型的用冷的场景。它的这个也是结合它的压缩机的应用功耗，我们通过压缩端的话，将压缩的这种蒸汽的这个压力提升，将里边的这个循环界的这个压力提升，来实现整个能源的高效利用吧。它的这个整个水温空调的一个 COP 值，应该可以达到将近8这个数据，这个 COP 值达到8的话，我们这个做空调或者热能这个行业里边都比较知道，这个转化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空调的这个 COP 值一般在3到4左右，那基本上它可以实现2倍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它的一个使用效率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再一类呢，就是这个双燃子膨胀机跟压缩机呢，我们可以开发一类这个叫这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呢，我们知道现在常规的我们现在内燃机的一个使用热效率基本上是40%到43%这么一个区间段，然后呢，这个热机效率呢还是比较低的。那通过这个开发这种双燃子的这种发动机的话，我们可以一端进行这个蒸汽膨胀做功，这个燃烧的这种介质做功，同时另外一端呢可以通过压缩将进气的进入这个燃烧室的空气呢进行加压，然后呢
把这个排气的排放这个尾气呢进行过这个热交换，那可以将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效能呢提升到60%以上，然后呢比我们现在传统的这个热机效率呢，那提高将近30%这么一个性能，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吧。这是显示它一个工作原理。那我们这个进入发动机的这个低压的这个空气，那首先进入这个增压端，进入我们这个增压端之后呢，变成一个高温高压的这个压缩空气，然后呢通过这个热交换器，那进入热交换器之后呢，它是回收这个发动机工作室就排出来这个高温的这个尾气进行热交换，那进一步将这个高温高压的气呢进一步加热。进一步加热之后呢，跟这个燃料混合之后呢，进入这个燃烧室，进入这个膨胀机这块的这个发动机内进行燃烧膨胀。这样的话，这个实际上是生产一个内外转子的一个双转子的一个发动机。这样的话，膨胀出功之后呢，这个排气就将这个高温的尾气排放，然后呢释放到这个外边来进行这个热交换。那这个整个这个热机效率呢，因为我们这个压缩机的效率呢是可以达到80%，那这个膨胀机的这个效率呢，可以达到80%。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热机的一个内外一旋转之后呢，它的这个热机效率可以达到60%以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一个整个的这个效率呢，能够达到非常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这边的这个今天介绍的这个分享的这个双转子膨胀机压缩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它的一些技术原理，我们针对这个双转子膨胀机呢，在我们在国内天然气的这个压力能回收领域里边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个产品的开发利用以及推广的应用。然后呢，最后我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种双转子膨胀机压缩技术在其他的一些应用领域里边可能的一些应用前景，以及它的一些这个应用方案，也非常欢迎大家能跟我一起做一些探讨交流。我这边今天的那个介绍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